为什么古人说行善可以改变命运？那什么才是真正的行善？有的人为什么反复在日行一善，命运还是不太好呢？内心还是充满悲苦的，人生还是各种不顺的。你可能对善字要有深刻的理解，大多数人的善都体现在表面上，就是向上看一个人是真善还是伪善，看清这3点，就让他无处遁形。一天，佛陀在菩提树下冥想，突然一道金光从天而降，一位威严的神祇出现在他的面前。这位神祇正是帝释天，他眉头紧锁，心中充满了疑惑。他周游人间，见证了无数的善恶，却始终找不到答案。他带着困惑来到佛陀面前，恭敬地问道：世尊，世间何为善？帝释天语气中带着一丝无奈：我观察人间种种，善行与恶行交织，让人难以分辨。有人说布施是善，有人说持戒是善，也有人说禅定才是善。世尊，究竟什么是真正的善？佛陀微笑着看着帝释天，并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反问道：你在人间游历，可曾看到善的本质？帝释天叹了一口气说：正因为看得太多，我反而更加迷茫。善似乎有着无数的定义，我不知道该相信哪一个。佛陀缓缓说道：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。很久以前，有一位商人名叫善生，他心地善良，乐于助人，经常捐助钱财给贫困的人。他救助过一位奄奄一息的老人，老人临终前却告诉他：你的善行虽好，但并非最高的善。这句话深深触动了善生，开始思考什么是更高的善。善生为了寻找答案，拜访了一位苦行僧。苦行僧说：持戒才是最高的善。你看那些作恶之人，哪个不是因为放纵自己的欲望违背了戒律？于是善生开始严格持戒。有一天，他救了一条即将被宰杀的鱼，但有人却对他说：这条鱼本就该死，你救了它会造成其他生物的死亡。善生感到非常困惑，持戒是善，救助生命也是善，但如果这2种善互相冲突，又该如何选择？帝释天听得入神，他仿佛在善生的困惑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。佛陀继续讲道：后来善生遇到了一位隐居山林的智者，智者说：你之所以困惑，是因为你执着于善的形式，真正的善不在于外在的行为，而在于内心的动机。智者给善生讲了一个牧羊人的故事。一个牧羊人救了一只迷路的小羊，但因为他的疏忽，小羊最终还是走失了。佛陀转头看向帝释天：你觉得这个牧羊人错了吗？这个问题让帝释天陷入沉思。佛陀的目光变得更加深邃，他继续说道：我再给你讲一个故事。在古老的迦毗罗卫城，有一位医术高明的医师，
他经常面临两难的选择。有一次，一位产妇难产，危在旦夕，医师必须在保住母亲和孩子之间做出选择，救母亲是善，救孩子也是善，他该如何取舍？医师最终选择救了母亲。有人说他错了，因为没能保住孩子；有人说他做得对，因为母亲可以继续抚养其他孩子。那么这个医师的选择是对还是错呢？帝释天追问道。佛陀说，善恶的判断不在于最终的结果，而在于当时的那一面。医师是为了救死扶伤的慈悲心做出的选择，这才是善的体现。佛陀又讲了第三个故事，有一位国王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和百姓，发动了战争。他认为自己是为了正义而战，这是善举，但战争带来的伤亡和痛苦又该如何解释？帝释天感叹道，看来每个善的背后都可能隐藏着某种形式的恶。佛陀点头说道，这就是为什么要用智慧去辨别善恶。帝释天听得更加专注，他感到佛陀所说的每一个故事似乎都与他在人间的见闻交织在一起。他忍不住问道，世尊，这些故事让我明白善与恶的界限并非分明，但善的本质究竟在哪里呢？佛陀笑着答道，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。善不仅是外在的形式，也不是简单的结果。真正的善需要用智慧去判断，用慈悲去践行。从故事中看，牧羊人的心是善的，医师的选择也是善的，即使国王发动战争，只要是为了保护人民，其发心也是善，但他们的善有着不同的层次。善的形式往往复杂交错，需要你从内心去体会它的本质。帝释天听了之后忍不住问道，世尊，难道善的判断只在于发心吗？佛陀停顿片刻，看着帝释天温和地说道，善的本质并非简单可见，它有不同的层次。你看到了善行的矛盾，是因为你未曾明白善其实有三重境界。佛陀微微一笑说道，善有三重境界，第一重是外在的善，例如布施、持戒；第二重是内在的善，是发自内心的慈悲和智慧；还有更高的一重，却很少有人知道。佛陀的声音突然变得缓慢，他抬起头看着远方，似乎在思考着什么。善的第三重境界是本性的善，是超越了善恶对立的境界。它就像一面镜子，能映照出一切，却不执着于任何影像，如同莲花生于污泥，却不为污泥所染。众生之所以执着于表面的善，是因为他们没有看透善的本质。他们布施是为了求名，持戒是为了求佛，这些都不能达到善的真谛。佛陀说，真正的善要从内心生出慈悲之心，这种慈悲不是对某些人的偏爱，而是对所有生命的关爱。要用智慧去分辨，智慧是一种洞察力，它能帮助我们
看清事物的本质，不受表象所迷惑，还要放下执着。执着是痛苦的根源。当我们执着于善行时，反而会受到束缚，难以到达更高的境界。佛陀目光温柔地注视着帝释天，所以善的第一重境界是行为，第二重是动机，第三重是本性。行为可以看见，动机需要体悟，而本性只有通过智慧和慈悲才能触及。你若能理解这三重境界，便能看透世间的善恶交织，回归内心的清净。帝释天听后，神情变得平和许多，他轻轻说道：世尊，我似乎明白了，善的真谛不在于结果，而在于那颗清净无执的心。佛陀微微点头，语气缓和，却透着深意。帝释天再次发问：如果说善恶不在于行为，而在于内心，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判断善恶呢？这需要三个重要的原则来指引你。佛陀缓缓说道：第一，发心是否出于慈悲，这是判断善的起点。如果一个人的行为是为了帮助他人，发自真诚的关爱，而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，那么他的行为就是善。比如布施，如果是为了炫耀财富，甚至让受助者感到屈辱，这样的布施虽然看起来是善行，实际上却远离了善的本质。真正的慈悲是无条件的，是希望众生离苦得乐的初心。第二，你的行为是否真正利益了众生？这一原则关乎智慧。善并非仅凭一腔热情，更需要深思熟虑。有些人怀着善意行事，但因缺乏智慧，结果反而害了别人。比如有人因怜悯而放生，却忽略了环境的适应性，反而造成生态破坏。智慧的善能够看清行为的后果，真正让众生受益，而非增加新的痛苦。佛陀停顿了一下，目光平静而深邃。第三，要检视自己是否执着于善行本身。执着于善行就像攀爬高山时背负沉重的石头，只会让你疲惫不堪。如果善行成为了攀比的工具，或者一种求福报的手段，那么它已失去了真正的意义。放下对善行的执着，才能回归内心的清净，才能在善恶之间游刃有余。他看向帝释天，语气坚定却不失温和。记住，慈悲是善的起点，智慧是善的方向，无执是善的最终解脱。佛陀说，就像月亮，无论白天黑夜都照亮着大地，它的光辉不分善恶美丑。真正的善也应该如此，它应该是一种平等的、无差别的关爱。当你的内心像月亮一样清净，你就能够明辨是非，做出正确的选择。佛陀还用大海来比喻善，大海可以容纳一切，无论是清澈的溪流还是浑浊的泥沙都能包容。真正的善就像大海一样，它能容纳一切，
包括善与恶。为了让帝释天更深刻地理解善的真谛，佛陀又分享了一个故事。他说，有一位禅师，他的行为在外人看来可能有些古怪，甚至有些恶，但他却充满慈悲。他的弟子不理解，问他为何如此。禅师回答说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帮助他们觉醒，虽然表面上可能有些恶，但我的内心却是为了他们好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有时候真正的善可能隐藏在看似恶的行为之下，我们不能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。最后，佛陀总结道，善的真谛不是一个外在的概念，而是我们内心深处的本性。当我们放下执着，放下自我，以平等心对待一切时，就能真正领悟善的意义，从而走向觉悟和解脱。帝释天听完佛陀的教诲，深吸一口气，仿佛从心底涌出一股清新的力量。他恭敬地向佛陀告别，满心欢喜地返回天界。他不仅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善，更懂得了如何用智慧去关照善恶。首先，善有真伪之分；其次，善有正曲之分；其三，还有满善半善、大善小善、阳善和阴善之分。那么，你认为哪些是善，哪些是恶呢？比如骂人打人是恶，对人恭敬礼貌是善，贪财是恶，不贪钱财奉公守法是善。这些都不够准确。凡人看事情就爱看事情的表面，而不管动机和目的，这样当然就善恶不分。事实上，只要你起心动念是为了利于他人、利于大众的，就是善。如果起心动念是为自己，是自私自利的，那就算是尊敬别人、礼让别人也是恶。比如一个人做了错事，必须接受惩罚，不能宽恕。如果宽恕了他，就会使这个人胆子越来越大，还会做出更多更大的坏事，让更多的人受害。所以宽恕在这里就是错误的做法了。明朝正统年间，宇文义公当宰相时，在路上遇见一个醉汉，此人酒后吐狂言辱骂于他，手下人见状就把此人抓了起来。可是吕公却说，此人喝醉了，就不要与他计较了，于是宽宏大量地把他给放了。你们说这应该算是善了吧？可是过了1年，还是此人，他又一次喝醉了，此时不但辱骂了别人，还动手把人家打死了，自己也被问了死罪。吕公得知以后十分后悔，他说，假如去年他骂我的时候，我把他送到官衙治罪，给他点小的惩罚，将会使他升起戒心，也就不至于做出今天这么大的恶事了。因此，吕公的善心是用错了地方，这样的善事就不能算是善事了。再给你们举个例子，从前有个地方闹饥荒，有些百姓受不了，就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地抢粮食、抢东西，闹得百姓们动荡不安。有一位乡绅知道了，
就把为首的乱民抓起来送进官府，可是官府却不受理。这一下那些乱民就更加横行了。后来那位乡绅就私下把抢东西的人抓住，并且把他们教训了一顿。没想到他的这一举动倒是地方上安静下来了，倒把乱民镇住了，从此再也没有发生更大的乱子。你们说这样的事算不算善事呢？还有人们往往认为捐钱就是行善，其实有的时候捐钱也未必是真正帮助了别人，还有可能会滋长了别人的妄心和贪欲。比如现在有些人假借供佛、供僧的名义，在外面到处骗钱，有的甚至装扮成乞丐，想不劳而获。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？其原因就在于有些人认为捐钱就是做善事，所以那些坏人就利用了这一点骗他们的钱。因此我们要把钱用在那些真正需要我们帮助的人身上，而不要让坏人利用了我们的善。也有些人在助人之余，还不忘记替自己张扬一下名声，恨不得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自己的善举，来赞美自己。甚至有些人做善事本身就是为了将来获得更大的收益和回报，这些通通不能算作真善。总之，行善不在形式，而在一颗心。一颗什么样的心呢？行善无分别心，只是一心要帮助别人，这个善就是圆满。若是夹杂着私心杂念，比如做这件善事，我将获得什么福报？如做不成，那我的功过格上不就少一件善事了吗？这样行善都是不圆满，都是善心不纯，因为在你心里还是有一个我字，而非真善。然而有的人心地善良，为什么却不如意呢？你真的相信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吗？很多人因为相信开始行善断恶，可现实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，有些恶人风生水起，而有些善人却命运多舛。这又是为什么呢？除了时机未到以外，还有两个重点往往被我们忽视。其一，善恶不在行为上，而在发心上。比如常理中闯红灯是恶的，但面对抢救病人争分夺秒，它就是善。微笑待人是善的，但如果你的心里另有盘算，那这就是恶。捐款助人本来是善的，但如果你是为了扩大名声，那就是恶的。可见善恶从行为上很难分辨，而是对动机发心的一个判断。其二，不只是行为，更是情绪。阳明先生讲循理是善，动气是恶，遵循天理是善的。有怨恨、恼怒、烦，这些情绪就是恶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情绪是思想的产物，你之所以会产生情绪，一定是心里出了贪嗔痴慢疑这五毒，而这些妄念、杂念本身都是恶的，是需要我们在修心中修正去除的。因为有恶念就会产生坏的情绪，而坏的情绪又会触发成恶的行为。因此经常有坏情绪的人，其实也是在天天饥饿。这下你是否明白了自己为什么心眼挺好，
但是不那么容易的原因了吧？可是我就是爱起情绪，那怎么办呢？3个常微笑，时时提醒自己保持微笑。当你嘴角上扬的一瞬间，心里便同时升起了喜悦之情。不信你就试一下，微笑时嘴角像元宝，所以微笑也是招财内福的最好方法。第2，常想别人的长处。人无完人，只要近距离接触，就一定会暴露缺点。执着于缺点不放，就越看越不顺眼，心生怨恨。但选择常想别人的长处，便能平和愉快地相处。第3，常感恩。感恩和利他都是你去除我执的最好方法。我们就是因为天天死盯着自己不放，才会那么在意得失，而后生出无限烦恼。常感恩可以帮你把视线从贪求没有的拉回到已经拥有的，从自私自利到感激别人的付出，从自己这个巴掌大的范围到更宽更广的世界。这样你会发现，原来幸福早就已经在灯火阑珊处。综上所述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真实不虚。但善不光在行动，更在发心，还在你的情绪中。常微笑，常想别人长处，常感恩，这3常习之，便可以帮你去除妄念、贪心，保持平和的情绪。天天喜乐平衡，就是善念在心中最好的证明。也有人说善良是脆弱的软肋，我却觉得善良是最坚实的铠甲。那些真正活得通透的人，早就已经把善意修炼成了自己的人生智慧。还是那句话，与人为善，福虽未至，祸已远离。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下那些被命运厚待的善良者，以及藏在温柔背后的5个顶级的认知。第1，带刺的共情。真正的善良是带有锋芒的，他们就好像中医把脉，会精准的共情，却始终保持着诊疗的距离。遇到朋友哭诉婚姻感情的不幸，不是跟着一起痛骂他的配偶，而是一边递纸巾一边问他，有什么我可以为你做的吗？你现在需要我什么支持吗？在非暴力沟通里面说过，真正的善意从来不是用情绪喂养情绪，而是用清醒拖住崩溃。第2，界限分明。他们的善良是自带隐形的围栏，他们会给流浪的人买饭，会在蹲下的时候平视他们，他们在帮同事代班的时候会提前声明，仅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心理学大师荣格说过，没有界限的善意终将孵化出仇恨的毒蛇。第3，仁厚努力。真正的善意是在没有人观看到的地方也会自然的流淌，在没有人的地方去给流浪猫添一碗猫粮，面对迟到的外卖小哥充满了耐心和温柔。就好像《了凡四训》里面说的，因得如檐下种豆，不见其长，却日有所增。第4，超绝的清醒。
我一直特别喜欢一句话，就是智慧越大，方法越圆融，放在这儿也同样适用。我们推崇善良，但我们从来没有要求你们去做一个没有方法的纯善之人。从心理学的受助者恶意来说，在任何一种关系里，一昧的好可能会滋生出更大的恶。我们不去给绝望的人承诺虚假的希望。我们在遇到家暴现场的时候，先报警再劝阻。我们在资助贫困生的时候，明确要求签好还款协议。经济学家亚当·斯密在《道德情操论》里面说过，没有智慧的仁慈其实比赤裸的恶意更加危险。第五，不露痕迹，老子的善行无辙迹。所谓的善行无辙迹，就是真正的善行都是不留痕迹的，他们从来不会沉溺在道德的优越感里面。他们给拾荒老人矿泉水瓶的时候会说，麻烦你帮我丢掉这个空瓶。他们再去支教的时候，不会拍学生的正脸照片，也不会发朋友圈大肆宣扬。记住，当我们开始炫耀和在意善行的时候，圣徒就变成了戏子。真正的善良是在看清人性的幽暗之后，仍然选择点亮烛火。它不需要悲情的滤镜，它就好像是中医开药方一样，既有柴胡的清凉，也有人生的温补。就好像《道德经》所说，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。真正有福气的人都很善良。活在这个世上，谁都想做个有福之人，但是一个人有没有福气，既不看家世背景，也不看学历能力，只看这一点，那就是善良。善良是什么？善良是最纯洁的品质，善良是最温暖的行为，善良是与生俱来的美德，善良是发自内心的仁慈，善良是品行良好的证明，善良是获得福气的关键。善良虽然分文不值，但是用再多的钱财也买不到。善良虽然不是宝贝，但是用再多的黄金也换不来。善良是无价之宝，善良是强大后盾。只要拥有了善良，就能够得人心，受人敬。善良是一种本性，也是一种选择。善良与生俱来，每个人身上都有，在不断的经历中受到伤害、欺骗、遭遇打击、磨难，有些人才会把善良丢弃，变得冷漠无情、残忍恶毒。所以能坚守善良、保有善心的人，才是最值得深交的好人。人活一世，为人一场，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做个善良的人，多行善事，多帮人，不做恶事，不伤人。心存善良，才能问心无愧，行善助人，才能踏实安稳。一直善良，才能获得福气。做人不管遭遇什么事情，都不能毁掉善良。待人宽容，为人坦荡，仁义慈爱，言行端正，把善良当成标榜，使善良如同生命，让善良成为优良的家风。教育子女，
告诫后代，家族才会得庇佑，兴旺富足。人这一生最贵的就是善良，行善之人，祸源之福必至，积善之家，灾必化人平安。坚持善良未必大富大贵，一直善良未必步步高升，但是天有眼看得见，会把福气和好运全都送来。人有没有福气，就看这一点是不是善良。靠善良为人，福气必随；凭善良处事，好运必追。想要留住福气，就要一直善良下去，多行善事，福报围绕。善良做人，平安一生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心存善念必有后福。愿我们从今天起一起来践行善的特质，做一个真正的善良之人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，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